结婚？我要结婚，我本人怎么不知道？不是，有人看见您和那位一起去挑戒指吗？真不是，我还以为你家那位宝贝终于忍不住逼婚了。他不会。他很乖。那你呢？这可是你唯一承认的女朋友，1年的时间，你确定不动心？当了那么久的浪子，忽然收心。讲真，我还真以为你会哪天一不吭声领本结婚证回来，玩玩而已。秦小姐，听到了吧？想要跨越阶级，可不是那么简单呢。许少与其想方设法来解决我，不如劝林觉早日收心。这段关系，我没有说结束的权利。抱歉，来迟了。过来。什么时候来的？你说玩玩的时候。这还真敢说啊！生气了？只是叙述事实。尝尝这个，你喜欢的。太甜。是有点。明天让人给你送庄园新空运来的那批。秦小姐今天这一身很漂亮，不过听说你日常接触的是尸体，穿成这样，生死都是人生大事。按许少的想法，入殓师不入流，那等你入关那一天，是不需要走这一遭了？肚子还没填饱，先遇到一只疯狗，林觉身边的人才是真晦气。爵爷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他指手画脚？人蠢不要紧，被当枪使还出来招摇，就招笑了。饿了，带你去吃饭。怎么，秋后算账？开车不牵手，牵手不开车。你喝酒了吗？没有，基本常识我还是有的。到了叫你。林觉其人生来就在金字塔顶端，张扬肆意，淡漠生死。我以为下一次我们的交集会在某一天，他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，躺在我面前。可命运偏让我们再次相遇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热吻，开启了我们之间的游戏。抽到5的人找一个人热吻1分钟。秦小姐，帮帮忙。算请求吗？算我在请求你。而那一场临时情侣的国王游戏，让这一场纠缠延续。7天的恋爱游戏时间结束，他却说要续约。你把我身边所有人都安排了，就是为了让我说不出不字。我做这些，是因为我想续约。至于续不续约，你自己决定。我不谈不能见光的恋爱，不能公开的恋爱。其实我们都清楚，这场恋爱注定没有结局，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玩玩，我也没想和他有结果。喜欢戒指？不喜欢，你知道的，工作不方便，除了特殊情况我都不会戴。什么特殊情况？婚戒吧。向我催婚？
恋爱不好吗？你乖一点。我接个电话。秦书义小朋友，你今年真的是25岁，而不是15岁吗？怎么还有门禁这种东西？晚安。真绝情。您还没睡？都快11点了，晚饭吃到一半，急匆匆把你叫出去，我不得盯着他把你送回来。你在外面怎么样我不管，但住在这个家里，这块肉就不能在我面前被叼走。你妈嘱托过我，我不能失职。书义，你和林觉真的没可能。小姨，陶王熙过几天要回来了。罢了，白白让他耽误你1年。和林觉这样的男人谈恋爱，我也没亏。行，既然你俩没戏，你妈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约个时间见见吧。他同事的儿子，也是个医生，年轻有为，长得不差。你爸妈再过几年退休回来，正好给你带孩子啊。等我和林觉正式分手吧。可你们这个分手得他先提，我怎么看着那小子也没个逆反的迹象呢？你们什么时候能分？我这个正牌男友怎么混得像是在偷情？因为你见不得光呗。好了好了，你最拿得出手了，最帅、最有钱、最棒，全世界最优秀，行了吧？上车。你说，他是真的喜欢他吗？你管他真不真呢？人家至少有个女朋友的身份，该享受的全享受到了，非得爱得死去活来才算有感情？可是他表现得那么好，给他做宵夜、包虾，背着他走。他是太子爷，他就算跪下来洗脚，那也是玩玩而已。你以为谢慕辰摸你头的时候不是吗？你看看人家秦小姐，林觉对她好，他就接着，没有纠结他爱不爱自己，没有试探。你知道他图啥？图什么？图一乐。能捞的时候多捞点才是正经事儿，妹妹，别到时候什么都没剩下，只剩一腔自我感动。可是人非草木。看我给你表演一个。林觉，回来！林觉，你好帅啊！秦书义，就这么喜欢我？教我冲浪。你先下来。不下，你先答应。好，教你。至于吗？上回约他出来，那哥们说要给女朋友做夜宵，做夜宵，凌绝，你敢信？入戏太深了。他到底什么时候清醒？也许他已经清醒不了了。怕了？出发的时候不是你说的放心吗？那我就放心了。
我也想去，你带我。你跟谁都行。爵爷冲浪能考专业证书，带人上去跟玩似的。我这命上去就是送。听话。阿琛，我也想去冲浪，就普通那种就行，我就想让你带我。凌绝这家伙自己爱玩，还给身边人上难度。行了，想去就去，教练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我想你教我，不是教练。那感情好，我也想去玩，谢谢谢少的教练了。走走走，我们一起。你在想什么？你不知道他是谁？谢少对你够可以了，给舞团投资，推你当首席，到现在也没换人。这种平衡你去打破它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秦小姐能和爵爷谈恋爱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？我不要结果，我可以不要，哪怕只是短暂的在一起一天也行。秦书意是秦书意，凌绝是凌绝，跟谢慕辰不一样。随你，我去找教练了。你想清楚了就跟上来。这些人就该一人一个大巴掌。女的傻，男的该死。哪天谁要是能让这些把感情当玩笑的人也栽个跟头，我一定给那姑娘献花。秦书意小姐，今天是谁又菜又爱玩？连夏之月他们跟教练学的都后来者居上了，就你还是个半吊子。所以没了我，以后谁还能带你这么玩？怎么办啊，秦小姐？你以后都遇不到我这么厉害的男朋友了。是啊，凌绝不可替代，除了你，没人背我。刚才好像没看到许燕。谢慕辰派人送她回去了。回去？好端端的为什么？他们不是在一起挺好的吗？他想跟谢慕辰谈感情，所以结束了。谢慕辰不是挺喜欢他的，之前还让你帮他引荐资源。对有些人来说，钱比感情廉价，给再多东西也不等于喜欢。谢慕辰是最会装的那个，而且谢家正在给他挑联姻对象。这个节骨眼，他不会容许任何不稳定因素存在。干嘛？闭嘴！你不说话比较帅。这会儿找我，不想去吃晚饭了，饭菜都凉了。滚！我发现了，你好像只对我这么坏。你不是男朋友吗？不对你坏，对谁坏？也就你敢。一张银行卡，一辆过户的车，连告别都没有。这才几个小时，替代品就坐上来了。据说爵爷比谢慕辰更狠，他从前的女人是怎么被打发的？那秦书意呢？他又会怎么离场？这么看来，到时候抽不了身的是谁，还不好说。爵哥在游戏里从不输，所以今晚全靠手气。每个人盲抽一张卡，上面是你今晚必须完成的事，不许换，不许赖，抽到什么就做什么。爵爷，爵爷，好久不见，路过看在您在，过来打个招呼。这下好了，不用选人，爵爷您直接报唐薇。露水情缘也是情缘，总比拆现场的情侣好。唐大明星戴的项链是2年前星光拍卖会上压轴的那条，梵月吧，6000万。
不愧是爵爷的眼光，确实漂亮。您看错了，这不是梵月。我今天拉肚子，在厕所待了一天，身上味道不好，我还是算了吧。那我就先……不过是抱一下，你怕什么？秦小姐不至于连这点醋都要吃。爵阁什么身份？难道连抱个女人她都忍不得？秦小姐，大家都等着呢，到现在你都不肯说句话吗？啊，原来需要我说什么吗？抽中惩罚的不是我，为灵爵选定对象的也不是我，原来我还有决定权。男朋友，你说呢？谁说我要接受惩罚了？看不懂吗？你们秦小姐无所谓，但爵爷舍不得让他家大宝贝吃醋。20杯，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这种机会给灵爵灌酒的。宝贝，你男朋友今天要被坑了，晚上能补偿我吗？小可怜，等一下。帅啊！要是我没有拒绝惩罚，这张牌也会用到我身上。当然，受罚的可怜鬼不会有奖励，只有手难得的乖宝宝才会得到眷顾。他从开局就握着这张牌，什么都不需要做。笑什么？我在想，我好像也醉了。我去下洗手间。贱人！住手！都是你们这些人害的，我替他杀了你们！我替他杀了你们！居然还没晕！你猜我要在这里反杀你，灵爵是会送我进监狱，还是包庇我？就是现在！都醉成这样了，还知道欺软怕硬。抱歉，工作习惯。死了？放心，坏人遗千年。没伤到骨骼，等会儿去医院再查一下，脖子上也得敷药。谢谢你，海滩上那么多人，只有你追出来了。真要说起来，也许你今天是被我连累的。不能这么说，要不是我贪心想去搭讪，也不会惹了疯子。其实梵月不是爵爷送我的，是我自己选的。当时帮他解决了一件麻烦，算是奖金。他让我随便挑，我就挑了最贵的。没办法，谁能不喜欢钱呢？选得很好，它很适合你，很漂亮。我是想让你心里舒服点，别因为这条项链郁闷。可你怎么好像一点都不在意？要是我的男人给别的女人送这么贵的东西，我从土里爬出来都得捶他。我对别人的钱没有占有欲，这钱他不给你花也会给别人花，省下来的又不会给我。果然还是我太穷了。完了，我现在开始觉得爵爷配不上你了。从前任的厚度来讲，他确实配不上我。打给灵爵，让他来处理。当年我连他助理的号码都没有，每次都是司机通知我去哪儿。你就嘴硬，像秦书义这种人，哪天听家里的去相亲了，有你哭的。闭嘴！他很爱我。宝贝，怎么了这是？跟上。我情绪到位吧？不愧是大明星。他真的会来吗？会来的。秦小姐，陶王熙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说过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应该是个很受人喜欢的人。从许成到今晚这位钟明舟，为他做事的人不少。他确实是个很容易令人怜惜、让人卸下心防的人。可是秦小姐，如果你日后要跟他打交道，记住，永远不要相信他。
为什么？他跟看起来完全不一样。我在爵爷身边的时候见过他几次，见谁都是客客气气的。后来出了件事儿，爵爷有个前任回来纠缠他，一个酒局上有人给陶望之的酒杯里下了药，所有人都说是那个前任干的，害得陶望之当场发病，被紧急带走。但那杯酒，我亲眼看见，是他自己走过去拿的。他知道那杯酒有问题。秦小姐，陶望熙不是不在意爵爷身边的女人，他恨他们每一个，但他不会在没有身份立场的时候自己跳出来。他要动手，就一定会看到最好的效果。那张脸太能骗人了，他是个能拿命做赌注的人。最近有消息说陶家千金要回国了，爵爷现在身边这个位置最特殊的你，一定会成为他的眼中钉。谢谢。苏叶，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这是他的血。这人没死吧？看来我们现在要帮他处理现场了。这人还没死呢，他们怎么就想着掩盖痕迹了？叫医生。唐薇，会有人管他。想怎么处理钟明洲？依法惩罚，给受害者补偿。钟家事后不许去找唐薇麻烦。可以，你对唐薇倒是挺上心。她也是被无辜牵连的，不是吗？你在不高兴？我觉得很麻烦，很讨厌，总有人来找茬，很烦。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林先生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要不是你的风流债，至于有这么多麻烦吗？我可没招惹别人，我给宝贝道歉。说好了，你不准动。该我了。陶小姐，要找人可以打本人手机，这是常识。他不接电话，我听说你们在一起，抱歉，我有急事找他。在一起和一起睡有很大差别。算了，你说吧，回头我替你转告。我想亲自跟他讲。行了，别咳了，我帮你跑一趟。谢谢。我是欠了你们的。操，牲口啊你！你最好是有急事。别，我就一跑腿的。陶望熙找你，你自己接。哎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钟明洲放出来吧。哟，陶望熙还真说服你了，不怕里头那位生气？放出来不代表放过他。你是真会玩文字游戏，你可悠着点啊，保重身体。跟欲求不满的男人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？谁啊？谢慕辰，闲得发慌，当传声筒。说什么？陶望春不想让钟明洲坐牢，我答应了。我之前答应过陶望熙帮他一件事，钟家那边对唐薇的赔偿翻倍，另给他一部电影。钟明洲会被送到国外，这个人情正好抵掉。你已经决定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唐薇会很高兴的。怎么这么乖？反对不反对都没用，这结果不算太差。宠成那样又怎么样？还不是没进林家大门？可不是嘛，钟明洲不是也被放出来了？听说是陶家那边出的力。我看所谓真爱的含金量，还不如陶小姐这个远在国外的小青梅。人家陶望熙打个电话就能让林爵改主意，秦书义算什么？一群势利眼，这么看不惯秦小姐，怎么不敢在爵爷面前说？夏之源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们哪里看不惯她了？说的是事实而已。
就你不势利眼，你这么护着他，不也是冲着他爵爷女朋友的身份？总比有些人表面巴结，背后嚼舌根强。聊什么呢？阿珏明天下午有事，今天提前回去处理工作。我和谢慕辰跟他一起走，你想留这儿还是一起？我跟你走。明天下午，陶望西的朋友圈不是晒了机票吗？他刚好明天下午回国，所以爵哥急匆匆回去是为了接机。夏之玉这大腿抱错喽！怎么了？这是都坐这儿等我？哼，陶家送来的，特意叮嘱你姨父把家里人都带去。说是他太久没回国，和大家都生疏了，办场宴会热闹一下。热闹？陶家跟蒋家什么时候有过往来？他这请柬冲着谁来的？装什么糊涂？你现在才是林爵的女朋友，他就算占个青梅的位置，那也是小三儿，还没回国就端着未来林夫人的架子，召见人一样，真不要脸。我们不能不去吗？小妹，人家话说到这份上，不去反而显得我们心虚。去，怎么不去？我倒要看看是谁见不得人。小姨，对不起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用这么生气。说什么傻话？要这么追究，那还是为了给我过生日，咱们才碰到林爵呢。蒋家这一年沾了你不少光，你不必担忧。蒋家和陶家生意没有重叠，他们影响不到我们。这次邀约也就是想见一见你，探探底。到时候我给你好好打扮，让某些人知道什么叫自惭形秽。我帮姐姐选礼服，我贡献压岁钱给咱姐资助一对新首饰。我预支下个月零花钱。行了，你俩那点钱留着自己花吧。气死我了！又怎么了？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果然如此，靴子总算落地了。姐，他不回，这个点应该在陪人吃晚饭。没事儿。绿帽子不能姐你一个人戴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点东西。什么？这老实人谁爱当谁当。姐，你信我。非要赖着跟我回家住，又撺掇我出来玩，是不是因为你早就想来了？我自己想来是真的，但想让你开心也是真的呀。那谁都跟人上新闻了，凭什么你要等他分手啊？大家一起出来玩呗。你先把你这笑收一收。有人来接吗？放心，司机一直在外面守着呢。喝酒归喝酒，安全问题我还是知道的，好吧？你会调酒？我之前兼职过调酒师，姐姐要尝尝我的手艺吗？你可以教我。分手，他竟会问出口，他是在吃醋。陶望西是误会，可以解释，但必须让他知道我的耐心有限。速度快点！你们男的哄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，实际上都是没道德的狗东西，坏男人，坏男人，坏男人！姐，你不要嫁人啊，他们都配不上你。我们说好的要永远在一起。可恶！我以后好好赚钱，让林爵给你当小三儿。不合法。合法就可以吗？姐，你喜欢他吗？喜欢。那你爱他吗？不爱。林爵这是被秦书义气着了，他那个眼神，我还是闭嘴吧。哥，你这么喝不行啊，要不叫你家乖宝宝来接你？能让林爵失态，秦书义确实不一般。已读不回，是默认分手了，还是在等我低头？书义啊，你还好吗？小姨，我没事儿，没事儿就好。昨天你醉成那样回来，可给我吓了一跳。对了，你爸托我问你，之前别人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你到底见不见？他这次急着回国，就是想亲自帮你把把关。
我过几天再看。喂，秦小姐，你们家林觉喝了一宿了，我和谢慕辰被他叫出来陪酒，老谢都被送回家了，你快来接他，他不肯走，再喝下去要出事儿了。早上9点，谁家好人这会儿酗酒？你不能把他送回家吗？他不肯走，非得等你。你醒着！林觉，醒醒！起来了，我来接你了。来2个人，把他架起来送下楼。秦书意，放开！秦书意，秦书意。行了，你们出去吧。林觉，也不知道喝了多少。慢点，小心台阶。为什么喝酒呢？明明昨天才见到了你的小青梅，应该高兴才对啊。陶望西，他从没主动跟我提过这个名字，可这个圈子里到处都是他，而我不过是他正式落子之前一个刚好合适的玩具。你醒了，头疼吗？喜欢我的脸？当然。还喜欢我什么？很多。秦书意，秦书意，爱我吗？喜欢呀，喜欢你。骗子！你真的长了张很会骗人的脸。秦书意，秦书意，秦书意！林觉，你放开我，松手，你勒疼我了。喜欢我，为什么要说分手？我没有说分手，我只是询问。如果我说我跟陶望西没有关系呢？但以后会有，不是吗？如果我和你结婚呢？去洗个澡吧，你身上全是酒味。我该……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不是嫌我身上有酒味，陪我。不要！不要！我说不要！林觉。等会儿司机会送你回去。昨晚疯成那样，现在倒是翻脸比翻书还快。行。让外人留宿，房子未来的女主人会不高兴。外人？那我建议您不让人进来，不是更好？另外，这边建议是您直接把这房子卖掉呢，省得各路女主人看了不高兴。牙尖嘴精，怎么不装乖了？林觉，你有病！我和你是谈恋爱，不是拿了谁的钱来受气。真有脾气。秦书意，动不动对我动手的毛病哪儿来的？是你讨打。我惯了你。吃饭。不吃。走吧。秦小姐，要不再等一会儿，爵爷说不定……他不会来了，走吧。
聊一聊。陶望西回国了，你见过他了？你们的事准备要提上日程了吗？什么事？婚事。提了那么多候选人，他是你唯一没有明确反对的。我也没有说要跟他结婚。不是他也可以。凌家和戚家都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你可以正式考虑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是你们的生育工具，想要继承人，你和我爸可以再生一个。我和你父亲这辈子只会有你一个孩子。你今天火气很大，因为那个叫秦书意的女孩。你调查她？没有，阿珏，是你做的太高调了。你父亲也早就听过她的名字。我的事不用你们操心，别做小动作。阿珏，你爱上她了？没有。如果没有，也没有做好为她抵抗的准备，就放手吧。你向来聪明，万事都争第一，因为怕被束缚，就反过来追求控制一切。可是感情上的狂妄和自负不是好事。人可以一直赢，但不能在感情里也不认输。你认过输，结果呢？一败涂地。纠葛半生，抽离感情，把婚姻当利益交换，我才算脱身。你可以和我们走不一样的路。我不喜欢超脱掌控的事物。3天后陶家的接风宴，你去一趟吧。树叶和林觉分手谈到哪一步了？我提过，他没有答应，可能要等他自己开口。那位爷的自尊心。姐，这些人鼻孔朝天的，我还以为进了动物园呢。那不是钱书意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蒋先生、蒋太太，好久不见。我很早之前就听说过你，我一直在想，什么样的人会和林觉谈恋爱？看到你，又好像不意外了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觉得你们气场相合。他那个人看着随性，其实谁也靠不近，对身边的女人没有任何态度，随时能转身走开。所以今天这场是鸿门宴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陶望西，那位大小姐刚回国就办接风宴给你下马威，以我对她的了解，她不会在自家场子直接撕破脸，但暗中挑拨你和林觉，逼你自己先发疯的小动作少不了。你要是跟林觉闹起来，那她就称心如意了。或许不是挑拨。什么意思？两个人的关系如果能被外人重伤，那一定是其中一方先给外人递了刀，决裂是顺理成章的事。爵爷，父亲说有一副收藏要麻烦你带给林伯伯，我带你去书房瞧瞧。秦书意呢？秦小姐，怎么独自待在角落？是我们招待不周吗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坐在这儿，他是瞎的。秦小姐是不是不习惯这样的场合？我待会儿让人过来陪你。不劳你费心，跟我来。别笑了，很丑。瞪我干什么？你当林觉是任你摆布的蠢货？男人的风流而已。你这强做正宫的模样，真没必要。谢慕辰又是什么好人？他以前喜欢的可都是许岩那种类型，真不巧，每一个都跟你相反。巧了，他也不是我的菜，我俩明码标价，互惠互利。他喜欢我对谢氏有增益，我图他帮我拿下赵家。我不像你，既要又要，权势名声都想要，还要装作与世无争。明明嫉妒，还要装大度，暗中使绊子，这作风真令人作呕。来这里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也没问。秦书意，你别气我，我就说你对我动手成了习惯。你欠打。我们像以前一样不好吗？你乖一点。
可是凌绝，我不想玩了。恋爱的麻烦多过甜蜜的时候，我就不想继续了。你说过的只是试一试，不包含结果。我也说过，结束要由我来说。所以我在等你的答案。怎么了？你这是？你家那位吃陶旺参的醋了，跟你闹了？要我说，生气也是该的。刚才你和陶旺参进门那架势，不知道的以为你们要关边。喜欢一个人是不可能容忍他身边有其他人的。就算你和陶旺参现在没什么，可他客观存在着。秦书义夹在中间，不好看。你觉得秦书义喜欢我？是啊，他不是很爱你吗？不图婚姻，不要小孩，你那么多要求他都忍了，连钱都没问你张嘴要过，不是爱你是什么？望熙，你这个戒指真漂亮，是别人送的。谁呀？这是私人定制的吧？我知道，这是之前爵爷娶走的那枚，我当时也看上了，被告知已经有人提前预定，后来还传出爵爷要结婚的消息。秦小姐，爵爷有给你送过戒指吗？怎么定制戒给了望熙呢？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问到你伤心事了？算了算了，爵爷做什么，我们怎么能猜到呢？想不明白就别想了，人呀，贵有自知之明。没有，我不是在想这个。不说这枚戒指到底有没有特殊含义，没有的话便罢了。要是真有，收到一个有女朋友的男人送的戒指，是什么能够拿来炫耀、值得炫耀的事情吗？一个有女朋友的男人送戒指给别的女生，这种事通常只有两种情况，要么他们的关系不一般，要么就是这个男人人品有问题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骂望熙是小三？没有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不针对任何人。不过我真的好奇，在座有谁愿意收一个有女朋友的男人送的戒指吗？不知道啊，反正我们老实人不这么玩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？在讨论，如果收到一个名草有主的男人送的戒指，该不该拿出来当谈材？一个有女朋友了还送这么暧昧的礼物，另一个不藏着掖着还到处说，这什么渣男贱女啊！大家说笑了，就是个普通首饰而已，没有想的那么复杂。对啊对啊，一个小礼物罢了，有些人也太敏感了吧。反正正话反话都被你们说了。说的也是，千错万错都是惹出这桩事的男人的错。昭昭，能麻烦你跑一趟，帮我去叫一下林觉吗？你叫爵爷干什么？没必要吧？对啊，爵爷怎么会掺和这种小事？我们不就是说笑几句吗？他怎么就确定林觉会来？好了，散了吧。外人不知情瞎揣测。秦小姐，难道你对爵爷也不信任吗？这枚戒指真没别的意思。所以那个昭，这话可不兴说。正因为这样，才更要说清楚，不是吗？他自己送出去的东西，却让我们在这里猜来猜去的，算什么呢？昭昭，我去叫人。林觉哥，你女朋友找你。他知道错了？他知不知道错我不知道，但林觉哥，你好像错了。他让我去我就去，我是他的狗吗？可是，因为你送了望熙姐戒指，大家现在在骂你渣男呢。秦书义生气了，我去看看。刚才还说不是狗，这就去了。身为凌氏财团的掌权人，爵爷身边的各种流言和揣测永远不会少。秦小姐，你打算每次都把他叫来替你做主吗？未来的林夫人应当是解决问题的人，而不是制造问题的人。我不是他的妻子，对林太太这个头衔也没什么责任。我只知道一件事，所有的纠纷都该追根溯源，他造成的问题找他解决，这是最高效的方法。你不怕牵连到家人？如果跟林觉谈恋爱，他连女朋友的家人都护不住，那是林觉无能。要是有人不怕打他的脸，大可以试试。不管对手出什么招，他只出林觉这张牌，偏偏他出得起。爵爷真来了！听说有人在诽谤我。有人问我，你定制的戒指为什么不是送给女朋友，而是送给别人？我答不上来，所以请爵爷来帮大家解答一下。你在乎吗？我想知道。
是我给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但不是我送的。那枚戒指是我母亲托齐阿姨在埃莱娜那边订的，庆祝我回国和身体好转的礼物。爵爷只是帮忙转嫁而已。抱歉，因为我引起了这么多争议。我说过，这就是一枚普通的戒指，于爵爷没有任何意义。秦小姐，你可以多相信爵爷一点的。所以还想给我安什么罪名？你引起的误会，让你来解释，不对吗？被戚女士差使当了一回跑腿，倒差点把女朋友吓没了。看来大家确实很关心我的感情生活。没送她戒指，只是因为她不喜欢，不是我不愿意。对此有什么意见的，大可在我面前说。我家书意胆子小，解释不清的事，我亲自跟你们讲。怎么都聚在这儿？哥，舞会快要开场了，不如去活动活动。望西跟大家许久没见，回国以后好多人都不认识了，能麻烦爵爷赏光，带这个妹妹跳一支开场舞吗？不了，当着女朋友的面和别人跳舞，我怕外面又起什么解释不清的流言。看来只有我这个亲哥哥陪你开场了。望西，你出昏招了。你们也默认了，不是吗？这份请柬一开始就不该给蒋家寄的。你的攻击性太强了，你忘了吗？林家为什么看上你？你真正的优势在哪里？我就只能做一个完美无缺、没有情绪的傀儡吗？望西，不要置气。无论林爵有多少女人，最终也只会有一位妻子。你必须要嫁进去，陶家好了，你也会更好。放心，我会的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不是现在，人马。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他俩笑，我身上发冷。冷什么啊，钱悠悠，你几天没洗澡了？蒋玉州，你嘴是不是隔了夜？我去，你真的会很骂？彼此彼此，没大没小，我是你哥，你就大我1个月。家世差太多，往后会有很多矛盾。妈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喝你们的果汁。快看，门外有一个帅哥，你看那张脸，还有那个身材，真的太好看了。一定很能干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？别想了，这种人怎么可能单身？给他花钱都排不上号。他怎么来了？去问问，万一成了呢？书意，你去问。为什么是我？你好看。好吧，我们怂。你一直说有男朋友，谁也没见过，搞不好是你编出来拒绝相亲的。就是，上次张姐先生的追悼会上，那个家属非要给你介绍对象，差点变成相亲会，说明你就是我们公司的门面，你俩的脸往一块凑，就是天生一对。你要是能要到他的联系方式，今天说的那个出差项目，我帮你去跑。你要是坐上那辆车，包你1个月的午餐。你只要抱他一下，我当3个月招财猫。以后公司进来一个人，我就叫一声。你要是亲他一口，1年的活我都帮你干。赌博很容易倾家荡产的，放心，我们包兑现，谁反悔谁是狗。行，我现在去问。嗨，你配合我一下，掏手机。那边那几个是我同事。秦书意，你干什么？不下去。先下来。别碰，同事跟我打了赌，坐上你的车，1个月午餐就有了。你现在把我赶下去，等于让我亏1个月伙食费。你认真的？非常认真。开车吧。笑什么？他们一定没想到我真敢。亲我一口，就为了赢个赌。赢了4样。联系方式换出差项目，上车换1个月午餐，亲一口换1年干活。
还有一个当3个月招财猫，进一个人叫一声。怎么了？跟他们关系很好，相处的不错。我们这行常跟生死打交道，性格都比较平和。请他们吃个饭。算了吧，太麻烦。我想见他们。啊，也行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？算了，最近没时间。好，等会儿先去趟超市吧，家里东西该补了。都要了。算了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万一习惯了好的，普通的就吃不下去了。你不会？你不会习惯了就回不去？想什么呢？想吃什么？火锅吧。行，去买菜。仙女姐姐，姐姐，你家缺不缺小朋友？姐姐，你好漂亮，你可以带我回家吗？小朋友，你妈妈呢？你是不是走丢了？妈妈要打我屁股，我就跑啦。那你跟姐姐回家，妈妈找不到你会哭的呀。那我白天去姐姐家，晚上再回去陪妈妈，就跟去上托儿所一样，说不定还可以吃2根糖葫芦。你可真聪明。可万一姐姐是坏人呢？你去了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，说不定还会挨打。姐姐，你那么漂亮，怎么可能是坏人？看脸可看不出好人害人，而且小朋友只能和妈妈待在一起。我不是你的妈妈，不能带你回家。走，带你去找你家人。妈妈！小鬼，不能在外面随便认妈。救命！姐姐，救命！你把他勒痛了。对。这个叔叔好凶，就知道吃。再做一次试试。彭子月，救命！姐姐，救命！不好意思啊，他从小就坐不住，刚刚趁我们买东西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幸好是遇到了你们，今天真是太感谢了。我不回去，我跟姐姐回家，姐姐救我。喜欢那种麻烦精。你跟月月到底谁大？刚才等他爸妈的时候，你俩就一直在斗嘴。我才不跟那种小屁孩比，我不喜欢小孩子，那种又脆弱又闹腾的，想想就头疼。知道了。但你很喜欢，你想生吗？不了，养育一个孩子要付出很多精力，我没做好准备。那做好准备后呢？你不是一直说不要生小孩，想这个干什么？没有了，这次不用了。喂，孩子呢？那就生下来。不了吧。秦书义，那个帅哥居然是你男朋友，你藏的也太深了吧！我输了一杯奶茶。岂止奶茶，我输了一顿火锅。宝，你不会哪天就退圈去享受生活了吧？你嫁了豪门，还会来跟我们一起天天对着尸体吗？放心吧，我们没有到那一步，我也不会放弃这份工作。就这么确定？人家那条件……你赢了赌局，今晚你请吃饭，不予拒绝。
你们输了，我请你们。你唬我们在先，你请。哎，舒逸，那边那是不是你男朋友？绝月，怎么了？舒逸，你要不要跟上去问问？刚才他可能没看见你吧？一起吃饭也代表不了什么，说不定是公事。追上去能怎样？他不说的事，我问不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吃饭吧。爵爷，今晚是赵总的生日宴，进去之后你坐主位右手边，我帮你挡酒。到了。你们看那个新闻没？就那个明星离婚的事儿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对对对，他们为了财产在争执，闹得很难看。闭嘴吧你！几位女士，您这桌的账单已经有人结过了。谁结的？抱歉，对方要求保密。你男朋友吗？舒逸，有人请客，我们照单全收。但你听我一句，要是觉得过不下去，该走就走。有钱长得帅都不能当饭吃。对，长得帅有什么用？大晚上的跟别人在楼上包厢吃饭，把舒逸留在楼下，我心里堵。吃完就走，这顿饭算他赔罪。谢谢你们，走吧，回去了。爵爷，今天寿星过生日，大家都在等你，喝一杯吧。爵爷，2场去不去？今天大家都在，你可不能提前走。不，爵爷现在有人管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们这些人请不动你，也是应该的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我有点累，就不陪大家去2场了。我去。2场，我去。你今天转性了？那赶紧走，车子都备好了。我也去。望西，你身体不好，俱乐部那边人多，地方小。没事儿，难得见面，过去坐坐。什么呀？又不是爵哥女朋友，管得这么宽。别说了，现在不是，以后指不定就是了。你看陶家那位，天天跟在爵哥后面，爵爷也没赶他走。爵爷，天亮了，喝点茶吧。你一夜没睡，回去歇着吧。开始时没有鲜花，结束也一样。分了。真的？他真出轨了？长成那样，干的却是这种事儿。昨晚那顿饭真该掀在他脸上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我给你介绍隔壁设计部那个小李，他天天送文件，就等你单身呢。没那么复杂，他没出轨，分手是因为不合适。不合适？昨晚那个女的，她不屑做那种事。在一起的时候，她确实没找过别人，我们只是走不下去了。
那也是他不好，放着你不要，他以后有的后悔。有钱人结婚挑剔就挑剔呗，又没人想攀这个高枝。我们该想的是下个项目又来了，同志们，这次轮到谁出差了？不要啊！求求老板少接点活吧。奖金翻倍也不要。老板您尽管说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干到80岁。你是入殓师还是排队的客户？太毒了，太毒了，老板，你舔舔嘴，看能不能把自己毒死。毒不毒得死我自己我不知道，但已经毒死了前夫，也不缺你一个。那不能，我比前夫哥坚强多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我看你是有大运的，顺累无忧。凌绝和你分手是他的损失。我听您的。那是，我也是成了几分家族真传的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我给你看看你的真命天子在哪里？凌绝什么的，没福气的人就扬了吧。爵爷，秦小姐发来消息，问您留在她那边的东西还要不要？她给你发消息了。是，刚刚发过来的。拿过来给我看。凌先生，他倒是迫不及待。那我该怎么回复秦小姐？是直接回复，还是等您安排？随他处理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有什么话一次性说完。那秦小姐的分手费还按以前的规矩打吗？从前每次都会给对方打一笔款，秦小姐待了1年，不是1个月，我不太确定这次的标准要不要往上调。不给啊，1分钱都不给。是，我知道了。李特助，这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我上去签字挨了15分钟的训，签字2秒钟的事儿。我更惨，汇报方案被打回来3次，第3次他直接把文件推到桌面，我拿着文件的手一直在抖。对，李特助，你就不给秦小姐打个电话吗？之前她一个电话打过来，老板就正常了。对，特别管用。分了。分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不要啊！完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这种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？就不能挽回一下吗？我看老板很喜欢秦小姐，之前那些人哪个见老板亲自挑过礼物的？带人约会的就秦小姐一个。秦小姐当林太太，我支持她。爵爷的私事不是我们能插手。上次有个被甩的女人想借秘书给她送饭，后来那女的和帮她的人一起走了。忘了，多干活，少出错，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不故意挑刺和吹毛求疵又不矛盾。从前那些女人交往1个月都给了8位数，秦小姐回了1年，1分钱都没有。这不是抠门，这是根本不想把这段关系结算清楚。怎么就分手了？你之前那护短的样子，谁都看得出你对他是认真的。当着陶望熙的面都站在秦书这边，舍不得给人家一点气受。吵完架自己拉着脸也要去撑腰，怎么说断就断了？人姑娘那么喜欢你，她没说什么？她应该说什么？舍不得你啊，求你别分手啊！怎么着不得哭一场？谁提的分手？我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你被甩了。这借酒消愁的样子，可不像甩了麻烦之后的轻松。没有，只是腻了。一个游戏玩了快1年，确实超长了。可惜，还以为你是我们这群人里头一个找到真爱的。同感，偶尔也想看点不掺杂利益的感情。想搞纯爱自己去搞，你季修恒也不是玩不起。那算了，我更喜欢有利益的交往。娶个没底气的老婆进来看我那帮私生子兄弟的脸色，不如找个只谈钱的。我和赵景瑜的订婚时间定了。好家伙，原来是你小子后来居上。你们不中用，怨不得我手脚快。本来凌绝最有苗头的人选都定了，结果跑去谈恋爱，一旦就是1年。你倒好，抢先订婚了。锦瑜说想请秦书义来，你们这个情况，万一在我订婚宴上打起来了，他不会闹。行，到时候我让锦瑜单独给他递帖子。没有，只是腻了。姐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找你半天。迷路了，这边路有点绕。你刚刚看到什么了吗？碰见熟人了？不是，陌生人，长得帅，多看了2眼。你说好看，那是真的好看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帮你去要个联系方式？你现在可是单身。天知道你告诉我们你分手那天我有多高兴。凌绝这个人吧，听着是挺唬人的，但你们这关系，我连怎么跟别人介绍都不知道。是挺尴尬的。分了好，妈可开心了，已经在给你张了相亲了，说先见见，去晦气。不了，不是一路人。好吧。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自创曲目，送给3点钟方向
那位穿白裙子的女士，叫做怦然心动。姐，你被表白了，这也太让人羡慕了吧！我倒要看看谁在工作时间做私事。凌绝，外面有人孔雀开屏呢，要不要看一眼？虽然是前女友，但人家有了新桃花，你这个前男友也该放心。连做本职工作都3心2意，这种人能有什么靠谱？乐队主唱又不在你公司上班，况且这支乐队是老板花大价钱请来的，女粉丝可不少。歌不错，确实有点才气，长得也可以，浪漫加分。你们是劳保吗？那也比卖醋的好。分手的意思你不会不懂，终止关系，切断往来。今天只是一个追求者，今后他身边还会出现男朋友、老公、孩子的父亲。你不娶她，他的人生也不会停滞。你要跟我无关。他还挺会的嘛。花招太多了。舒怡姐要是喜欢玩音乐的，我给你介绍我们学校音乐系的帅哥，保证干净纯品。有多帅？比那位怎么样？比不了。行吧，但咱姐夫肯定不能找个长得丑的，我们家就没有丑人。姐，你当初跟那谁谈恋爱，不会就是看上他的脸了吧？确实长得好。回头一定得鞭策我爸保持身材，全家聚会的时候不能就我们父子俩最丑。刚才舞台上的灯光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来得及让他们关。靠！等一等，要打也不能现在打。把人带去医院，酒吧的工资会和赔偿一起结算，以后不用来了。宝宝，为什么不联系我？放手！为什么不来问我？我和他过夜，你不在意吗？宝宝，你好狠心！放手！你是我的，勾引你的人都该去死。宝宝，我才是你的男朋友。男朋友？没有男朋友，你松手！有，林觉就是你男朋友。没有，我是单身，我要找男朋友。不准找。就找，关你什么事儿？痛不痛？不要亲。不亲了，宝宝，不要不理我好不好？别碰他。送他们回去。以后他要说只是玩玩，鬼都不信。一巴掌拍他脸上，他还凑上去亲人家的手。真期待他明天早上看到这个视频的样子。醒了。我怎么在这里？昨晚在停车场碰到的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我知道。你就这反应？不然呢？抱歉，打扰你了。你只想说这些？那我应该说谢谢。其实昨晚你可以让我和悠悠他们走，我们有司机。司机？如果昨天带你走的是别的男人，你觉得安全吗？
你昨天喝的太多了。那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负责？你负得起什么责？不就是睡一觉？我跟谁睡都和林爷没关系。你想和谁睡？够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放手，回家。我没赶你走。还是不了，毕竟我们已经分手。我们躺了一夜，你没话要说？有什么好说？我没那么随便。所以我还得谢谢你守身如玉。我只碰我的人。知道了。知道了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穿上。我没有交往新的人，你随时可以留下来。林觉，同样的游戏不适合再玩第二遍。只要我想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我不想。为什么？腻了。秦书义，走出这道门，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。谢谢你的外套，我就不还了。他疯了！刚才车子差一点就翻下悬崖了，我有把握。你明明一出发就能领先，为什么要用这种危险的方法开车？正常开没有意思，这样更刺激。他和秦书义还没有和好，不仅没有和好，看样子是彻底分开了。上一次他用这种不要命的方式开车，还是认识秦书义以前的事情。他一样东西都没拿，没回来收拾，也没哭过一次。李特助，帮我把青菜路的这套公寓过户到秦书义的名下。啊，是给秦小姐吗？对。林总，可是秦小姐好像已经离开帝都了。你说什么？妈妈，好想你们了。就只想你妈，也想爸爸。回家，今天给我们乖宝做大餐，糖醋排骨、啤酒鸭，想吃什么报菜单。糖醋排骨、啤酒鸭、蒜香茄子、水煮鱼。银耳莲子羹喝不喝？你不是早惦记那一口？喝。都说了过几天我们去帝都看你，怎么还多跑一趟？想早点见到你们嘛。这次回来能待1个多月，等下次回来我们就再也不出去了。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实后再拨。爵爷，您在这儿等我姐。不在，她不在。秦书义不在蒋家。不知道。他说归期不定。哎，那什么，爵爷，我上课真要迟到了。爵爷，就是想跟你说，书义姐不喜欢傲娇不长嘴的人，她喜欢明明确确的表达坦荡热烈的喜欢。还有，周姨说过，我们家是正经人家，不会让女孩去交换利益，也不准给人当没名分的外室。未来书义姐是要热热闹闹结婚的，大姨和大姨夫还等着以后回国给她带孩子呢。话只能说到这儿了啊，我走了，真迟到了。林觉还未表态，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把我推出去？外人不清楚，你应该知道，陶家并不像表面光鲜亮丽，资金漏洞的问题很快就要爆出来。林觉太难拿下了，我们等不了那么久。公司出问题是因为谁？往西，我们兄妹一体，
你想过那种落魄穷酸，连吃药都要记着存款的日子吗？你是我的妹妹，所以你看，我给你选的也是 S 市的青年才俊，并没有委屈你。以你的心计，嫁给他们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对方，不比心里挂念着别人的凌绝强。我和凌绝还没到绝路，真到那一步，我会自己选人。秦小姐，没想到你不但对勾引男人有心得，做偷听的事也信手拈来，比无能到卖亲妹妹的人是强一点。陶王熙，你的药在哪儿？吃。如果是我，我不会救你。你听到了吧？我没有对凌绝死心，我始终觉得我才是跟他最般配的人。你会后悔救了我的。我跟他已经分手，一个男人而已，不值得我背上见死不救的包袱。如果是我，我不会救你。你听到了吧？我没有对凌绝死心，我始终觉得我才是跟他最般配的人。你会后悔救了我的。我跟他已经分手，一个男人而已，不值得我背上见死不救的包袱。你知道吗？我很讨厌你。明明是个普通人，却活得随心；明明靠着给小姨当拖油瓶才跟豪门沾上边，却从不弯下脊梁。我就当你羡慕我。凌绝反悔，不愿意和我联姻，我倒了霉。但你以为你就赢了吗？这么快就找了个替身，看来爵爷就是好这一口。对于他这种人，爱情不过是调味剂。我想要做林太太，所以我可以忍受他身边有女人，但你能吗？谁的主意？我再问一遍，那个女人谁叫来的？你们费了多大力气，找了个3分像的，就想往我跟前塞？爵爷，我们也是想着，您跟秦小姐处了快1年，那肯定是喜欢这个类型的，就想着。你替我想，以后你们的项目，我会让人重新审阅。都是你出的什么烂主意，这下全完了！我说的时候你们也没反对啊。秦书义跟了爵爷快1年，谁知道他发这么大的火，不就证明他喜欢这款吗？他以前送的女人都收，怎么现在就不行了？你还不明白？他那个态度是觉得咱们找替代品侮辱了秦书义，分都分了还这样，他是不是有病？你们是猪脑子吗？让你们想办法拿项目，你们就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好好的正经路子走不了，歪门邪道倒是一堆。嘴臭，不亲。你要么戒了，要么别碰我。他这会儿在干什么？没人做饭，保姆也没去，他是不是又随便对付几个？分手费我不提，他也就真不要。傻子。S 市的夜晚会比这里好看吗？天快凉了，他的手脚还会不会冰？秦书义走得那么决绝，可我抬眼闭眼，到处都是他。这对身体不好的。对不起，我多嘴了。先生，刚在包厢里我不是故意冒犯你，但我妈妈生病了，他们跟我说，只要今晚能跟你走，不管成不成都会帮我妈做手术。真的很抱歉，可我真的很需要那笔钱。你知道一句话吗？画虎不成反类犬。学得再像，也不过是拙劣的赝品。这身衣服你穿着很丑。
再蓄意模仿他四处招摇，我不介意替你换张脸。我只是想过好日子，有错吗？我妈要钱动手术是我能决定的吗？明明你一抬手就能帮到我，为什么要这么羞辱人？你知道我被你推回去会遭遇什么吗？缺钱去救济院，不要来找我，我没有救方辰的习惯。他们都搞错了，这个女人跟秦书意一点都不像。秦书意从来不是什么小百花，她爱钱爱色，贪图喜乐，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。她只是不贪婪，她从不会说对身体不好，她只会说再抽就滚。想到她居然也会开心，我一定是中了这个女人的蛊。不过是场游戏，不过是个乐子。去 S 市，爵爷，现在开过去要5、6个小时。嫌远就下车，我自己开。可我今晚真的好想见她。秦书意，起来吃饭。爸，看什么呢？小区停了辆陌生的车，谁家亲戚呗？你离家多久了？不认识也正常。凌晨到的。我半夜起来喝水的时候，他刚停下来，到现在一直没人下车。而且这车的价格够买我们小区好几套房，停的位置正好能看到咱家阳台。爸，你职业病又犯了。就是，谁家坏人开豪车来踩点啊？那可不一定。反正对方要是有坏心眼儿，算他撞我枪口上了。这个点他应该正搂着新人睡吧？哎，这不是秦家那小闺女吗？长这么大了，出落得真漂亮。在哪上班啊？工资多少？有男朋友了没？您是？我是你王阿姨呀，以前住你们隔壁栋的，还给你糖吃过。我就说嘛，你这孩子小时候就长得好。淑仪呀，不是阿姨说你，女孩子家家的，可千万别仗着长得好就虚荣心强，那种有钱人家心气儿高着呢。这车我听我儿子说好几千万，你没见过吧？可别碰坏了，能开得起这车的指不定多大年纪了。对了，我们家大壮也在帝都工作呢，跟你年纪差不多，今年刚进凌氏集团。你知道凌氏吧？那可是帝都第1大集团，吃的喝的用的方方面面都是人家的产业。大壮可是过5关产6将才进去的，谁说起来不得竖个大拇指？你俩小时候不是玩得很好吗？改天叙叙旧，到了帝都也能互相照顾。大壮这几天休假要办个同学聚会，我给你报上名。不了，王阿姨，我马上就要回去工作了，没有时间。你工作能挣几个钱啊？让大壮带带你，说不定以后也能让你进凌氏工作呢。这次聚会可是我家大壮出钱哦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想着你们也有感情基础吗？趁这个机会处处。我爸说过，不能嫁爱哭爱喊妈的男人，我俩不合适。哎呀，尿急，不跟您聊了，王阿姨，拜拜。真以为自己是天仙呢，我家大壮都看不上，我倒要看他这辈子能嫁个什么玉皇大帝。哼，肯定是被别人的富贵迷了眼，也不想想这车他这辈子坐得起吗？你坐不坐得起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就是想拿这车砸着玩都没问题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还说车给你砸着玩，这车是你的吗？说什么大话呢？妈耶，还真是他的！哎呀，我尿急，等会儿还要出门买菜呢，不跟你说了啊。他气色很好，分手这件事对他没有影响。晚上睡不着，翻来覆去想个不停的，只有我自己。 S 市分公司，
安排今天的巡查流程。你是没看见，那丫头还跟小时候一样滑不溜手的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人就跑了。你见到秦书义了？是啊，我好心去帮你探探路，结果人家根本不接茬。还有那个开豪车的男的，人高马大的往那儿一站，我都不敢跟他多说两句。太好了，他回来了，我去请他参加明天的同学会。请什么请啊？我都替你问过了，人家不去。你问的能算吗？你又不是我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早上还看见他趴在人家那辆豪车上看呢，那姑娘心气儿高着呢，你拿什么跟人比？能开那种车的老板得多大年纪了？一个老头子跟我比，他又不傻。再说了，我跟书义可是从小一个小区长大的，青梅竹马，那些有钱的能比吗？哎，要不别去了，万一他当你面拒绝，多难看。我还没来得及说，那个车主不是老头啊，挺帅一小伙子，比电视上的明星还帅。书义，好久不见。什么事儿？明天晚上同学会，在恒星大饭店，全市最好的地方，好多老同学都来，大家都特想见你。我请客，费用全包，你不用出1分钱。没空。你不是在休假吗？一顿饭的功夫，吃完我开车送你回来。老同学们都盼着你呢，你也不忍心让大家失望吧？那不是没空吗？没空我也没办法。那你到底干什么去？就不能改时间吗？太好了，他回来了。相亲。相亲？你相什么亲啊？你这么好的条件用得着去相亲？我觉得吧，两个人在一起，知根知底的还是最好。学术上也不是不行，但我们家有个规矩，挺难满足的。什么规矩？你说，不就是条件吗？我能满足。我们家卡颜。小鬼，你什么态度？弄脏了我的衣服还不道歉？就你们这个服务员，泼了我一身水还不道歉？我这衣服好几万块钱。对不起，经理，我倒水的时候，这位先生突然挥手撞了我一下，我没端稳才洒的。我道过歉了，也提出送干洗，但他一直骂我。你还狡辩？桌上这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偏偏就对我洒水？不就是看上我了吗？你们这些小姑娘就是虚荣，看到个有钱的就想高攀。先生，这确实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，我们愿意赔偿干洗费，今晚这一桌再给您打9折，您看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说是我的错？先生，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协商，但无端指责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合理的。如果您对起因有异议，我们可以调监控查看，到时候如果发现是误会，请您向他道歉。我要去投诉你们！先生，这是您的个人选择，这是您的个人选择。够了！就是一点小事，是你自己挥手撞到人家的，要道歉也是你道歉。我看你就是在秦书义那里吃了鳖，故意找茬发泄。刚才进门你说秦书义眼光不行，说他工资低舍不得来恒星吃饭，结果呢，没多久人家秦书义拿着 VIP 卡进了贵宾区，你在这儿跟服务员撒气。何媛媛，你别忘了今天是谁请吃饭的。不过就是一顿饭，老娘不吃了。对了，你不是说秦书义去相亲见的是软饭男吗？能在恒星约见面的相亲对象，你觉得是什么档次？你姓王？高总，我是智瑞科技技术组的王涛，咱们在帝都一起吃过饭，您也是来吃饭的吗？
这顿我请。你认识？林总，智瑞科技是我们去年入股的小公司，这个人我没有印象。你是林先生？恒心尊重所有客人，但也不需要故意找事的酷人。王先生，您的行为损害我店员工健康，您的预定费会原路退还，今日恕不接待。我回头就跟智瑞负责人打招呼，公司不需要人品败坏的职员。对不起，我说的都是混账话，我赔钱，求你原谅我。我有男朋友，你这样的男人跪在我面前我也看不上，我不原谅。我道歉了，林总，我不能失去工作。你是秦书义的朋友？初中同学。他现在在相亲。你也认识秦书义？你赶走王龙是因为他说秦书义坏话？我是他的相亲对象。接下来要进那间包间的男人，挡在门外。明白，林总放心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相亲。你来 S 市相亲？你可以，我为什么不行？约我的人说的就是揽月间。这里是我定的。那不正好？反正你我的相亲对象都没来，就当演练了。林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秦书义，如果要和别人相亲，为什么不先试我？你知道相亲的目的是什么吗？婚姻，我也能给你。林觉，和我结婚是施舍吗？婚姻是两个相爱的人并肩走入一段稳固关系，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意。你觉得和我结婚是牺牲，是妥协？我不想花时间去赌。相亲对象错误，及时止损，不要再见。你在用你的价值观审判我，你不能因为预设的答案否定我。今天的相遇就是天意，重新开始。小鬼，至少吃完这顿饭。松手。不松。你就不怕你约的人进来撞见？看见就看见了，白费力气。再动，我不介意让等会儿进门的人看看别的。我比较期待你继续反抗。松鼠桂鱼点1份，樱桃肉，还要螃蟹吗？怎么了？放心，不是他，对方在进门前取消相亲了。我没打算相亲，跟餐厅打过招呼，其他人进不来。进来嘛。胆子这么小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掩耳盗铃吗？跟我吃饭是做亏心事？是有点见不得人。尝尝。你要想在这里耗一夜，我陪你。你这样纠缠前任又跟别人相亲，你新女友知道吗？什么新女友？林总的女友名额包贵，所以炮友和女伴就不需要尊重？我有洁癖，不接受1对1以外的关系。分了手我管不到你，但也别来恶心我。秦书义，我没有。我看到你在会所抱女人的照片。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抱过女人？
你女人那么多，我怎么知道是谁？今天不说清楚，别想走。什么照片，长什么样，穿什么衣服，老子把他找出来。算了，就当你说的是真的。什么叫就当？有必要吗？不是他，以后也会有别人。有必要。会所，青色旗袍的女人。把2天前云溪会所302包厢监控调出来，发到我手机上。放我下去，我要坐椅子上。秦书义，你是不是真想我死？对不起，这件事是我误会你了。你倒是能屈能伸。这件事怎么才能算过？刚躲我是因为你觉得我有新人了，算是吧。那你现在是不是要补偿我？退一万步说，前任之间也没有亲吻的义务。那你先退1万步，我看。菜要冷了，老实点儿。这样坐着不方便，你别把我衣服弄脏了。我什么时候少了你衣服？那些衣服我没拿，你以前买的那些，分手后我一件都没带走。你别说话了。你知道我住哪儿吗？知道。没有别的女人，也不会有未婚妻。我说重新开始不是开玩笑，这一次我们认真谈一场，走不走得到结婚，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。我不。别动，我怕。这么舍不得我离开，是想补上欠我那个吻吗？你是我的。你就快走了，来见他最后一面吧。我知道了。不要开车，现在买最近的机票或者高铁。你这几天都没好休息过，现在这个状态开夜车太危险了。乖，等回帝都我去找你。去机场，别开车。怎么啦？今天吃饭吃得不开心吗？没有呀，就是有点累了。妈，我好爱你啊！这2天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，要不要提前去帝都？没事儿，我也想回去了，我们提前走吧。凌觉呢？去 S 市了。S 市那边分公司最近没有什么大动作，他怎么突然跑那儿去了？是为了那个女孩？胡闹！陶家最近生意受阻，是不是也他做的？明之前定下陶望司，他也不反对，现在又是为什么？你不也是刚到？你有什么资格说他？医生说就是这2天了。死亡对他来说是解脱。你在这里陪你舅，我去准备后面的事儿。去陪陪你妈。秦小姐，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让你参加仪式的原因。林先生有话直说。阿觉从没带你回过老宅，他应该清楚，你们不合适。今天你见到的这些人，只是他关系网的一部分。你觉得你能应付吗？林家不需要一个没有背景的林太。我和林觉已经分手了，您的阶级论，该说给他的下一任听。但他为你追到 S 市，这不寻常，你影响了他的判断。所以呢？我希望你能主动和他划清界限。只要你态度明确，他会放手。林觉27了，不是17，他有自己的判断。您不该把他当作没有自主性的人。
你拒绝我，您在威胁我？我不会只放狠话。你的父母或许承受不了后果。拿家人威胁，这是林总的作风。牙尖嘴利，我看你才是冥顽不灵。曼君，我是为了阿珏好。为他好，在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没对他好过。现在他有喜欢的人了，你又打着为他好的旗号来伤害。林沐风，你的好总是在错的时候。你也不理智了，秦书义不适合林家，这不像你。不，是我们都不像自己了。你曾经最恨你父母的专断，你叛逆、抗拒，可你看你现在活成了他们的模样。我只是想让他避开弯路。他不是你，你错了，他未必会错。接吧。谢谢你，林觉他舅舅走得很平静，这是我的职责。你比我想的要好。我刚开始也觉得你不适合林家，但后来我想，适合林家不重要，适合阿珏才最重要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那很遗憾。我总觉得阿珏和你在一起时才是他自己，我们一直在评断，却没人问过你的意愿。现在看来，倒是不一定看得上我儿子。即便如此，我可不可以以一个母亲的身份，请你等会儿进墓园陪阿珏待一会儿，以你的意愿为主。我跟林沐风都不是好父母，他舅舅曾经最疼他，他从小被要求喜怒不形于色，但我觉得他心里难过。可以。你是个心软的孩子，看得出你父母很爱你，但阿珏，我们没教过他怎么爱人。林觉他父亲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曾经感情热烈，很能体谅别人。18岁那年，他爱过一个人。你知道林沐风年轻时候什么样吗？帝都出的浪子，酒桌上女伴环绕，今天换一个，明天换一个，可每一任都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清瘦长发，笑起来有一对酒窝。那些女孩都是替身，他心里住着一个人，叫童小雅。林家嫌人家门第低，直接连根拔起，送出了国。那您和他7联姻，7家和林家各取所需。林沐风很忙，能分给阿珏的注意力很少。婉婷倒下后，阿珏就不哭不闹了。我们没教过他怎么爱人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在成长。比如他给我那个拥抱。可您一直在引导我去靠近他，治愈他。我理解您闲的心，但我也有父母。要靠近一只流浪的刺猬，拥抱的人是要付代价的。我若为了爱一个男人受伤，我爸妈会比我更痛。因为这份心，我做不了不顾一切的人。很抱歉，我是个自私的人，做不了别人的太阳。看来我对你们单方面的支持并没有什么意义。阿珏想追回你，恐怕道阻且长。我觉得爱情在林觉生命中的比重，也许没有您想象的多。倒是您作为母亲，若真想让他走入健康的亲密关系，不如以身作则，先教会他如何从一段不好的关系里脱身。不好意思了，我除了自私，还特别记仇。林沐风拿我父母威胁我，那我只好也给他添点堵。秦小姐，跟你聊天很有趣，希望阿珏争气一点。我记得我说过不要找他。是你爸将人约来的，我和戚女士是偶遇。抱歉。林沐风跟你说了什么？让我离你远点，认清自己的身份，顺便关心了一下我的父母。我会派人关注你父母，放心，不会有人能伤害他们。退居幕后的人，早就该彻底放下权力了。既然阿珏出来了，你们聊吧，我再回去陪他救。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，回城不必等我。
或许你可以对戚女士稍微放下点防备，她很关心你。你又知道？爱有很多种形式，有些没有说出来的，需要用心去感受。你总是有这么多道理。所以我讲的都对。秦书义，林沐风的话不必听，他管不到我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这是什么？我的习惯，葬礼上常备的，预防有人伤心太过，低血糖。虽然你可能不需要，但一点甜可能会让心情好一点。秦书义，我好像有点理解了，明那么痛苦，他却坚持着的那最后30多个小时，在想什么？因为眷恋，因为不舍，因为爱。姐，你说的那个同事的儿子什么时候安排见面啊？下周吧，那孩子刚出差回来，下周末正好有空。那男的长得怎么样？帅不？高不？配得上我姐不？肤浅，你应该问工作好不好，有钱不，大方不大方。咱姐可不能跟着他吃苦啊。拜托，当然先看脸了。再有钱的人长得丑，能下得了嘴吗？再帅也没举。小周啊，你刚是想说再好看也不如谁好看？那什么，就一个长得绝子的男明星，对，男明星。我们哟还追星呢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演员吗？笨手笨脚的。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去打水。所以姐，你同事那儿子你见过吗？悠悠说话虽然绝对了点儿，但相貌太差的，咱肯定也不能答应。见过的，他之前到我们医院支援过一段时间，现在在帝都明理2院上班，28岁，骨科医生，父母也都从医，长得不错，1.8米，看着是个谦和有礼的孩子。具体性格怎么样，得年轻人自己相处才知道。家庭背景倒是合适，两边家长谈得来，人品有保障，职业也搭。书义经常跟遗体打交道，医生更能理解这种工作性质。你们看着好，那也得我姐喜欢啊。我喜欢什么？就大姨说的相亲对象啊。先吃水果，这事儿回头再说。凌绝，是你命令把老陈他们开除的。一群蠹虫，清理了又如何？早不清理，晚不清理，偏偏在我找上那女人之后动手。你针对的是谁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要做到这种地步，那又如何？我说过，别动她。一个一无所有的女孩和林家的花团锦簇比是完全2个世界。你也要把她拉进来，贪婪是人的本性。等她胃口被喂大了，还会是你喜欢的人吗？到那时候，只有无穷的灾难。父亲，你是在用你的经验之谈教育我吗？你以为我妈跟你走到如今是因为童小姨？不，是因为你自己识人不清，为人不明，你只是不敢承认而已。是你亲手葬送了你们的婚姻。另外，姓童的算什么垃圾？他也配跟秦书义比？你总会清醒的，只有门当户对的关系才更长久。我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。他以为他还能拿捏住。李特助，所有关于我私生活的新闻全部删掉，对外宣布林沐风即将卸任林氏财团所有职务。是，爵爷。男人啊，嘴上一套，行动又是一套。之前在停车场抱着你撒娇耍赖叫宝，这也没多久，联姻对象都列到法国去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臭男人艳福还真不浅，新闻里个个都是大美女，什么陶望西，什么施家大小姐，看那些干什么？跟我们没关系。姐，要是那谁真的和别人结婚了，你会遗憾吗？不会，不是所有感情都要有结果的。可你们在一起那年，我看你还是挺开心的啊。他从来没带我走进过他的世界，他的家庭，他的朋友，他对婚姻的想法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两个互相不能袒露内心的人，怎么可能一直走下去？行了，帮我把那箱书搬到门口，明天寄走。渣男不值得。我和赵锦瑜的订婚宴邀请函已经寄给秦书义了，不过你们现在关系到底怎么回事？之前说彻底分了，葬礼上又见你俩说话挺亲密，今天又爆出你有未婚妻，我是真摸不透。林沐风放出的假消息，那就行。怎么复合了？得了，这样也好，不然把你俩这对前任放一起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排座位。不过你这新闻铺天盖地的，你家那位没闹吗？他没闹，他什么都没说。真这么善解人意，是不是很快可以喝到你们的喜酒了？不会。哟，怎么说？再说吧。李特助，把秦小姐喜欢的那家珠宝店图册拿来，我自己挑。这条今晚就送过去，你亲自去。是。忙完这2天去看他。秦小姐，这是爵爷亲自为您挑选的，您看。李特助，我不能收。你不要。嘘，我爸妈在里面。为什么呀？爵爷可是亲自挑的，今天中午边吃饭边翻图册。我跟他已经分手了，收这么贵的礼物不合适。分手了？不是，您和爵爷不是复合了吗？什么时候又分的？没有吧？他没跟我表过白，我也没跟他说过要复合，我们没有在一起。可是爵爷他这几天那个状态……另外，林爵不是马上有未婚妻了吗？或许你听错了对象也不一定。所谓的分分合合，都不过是爵爷一个人的独角戏啊！他删了我。爵哥，会议开始了。会议改期。项链他收了吗？那个老板，秦小姐她……你有他微信？有是有，给他发消息，让他下楼。老板，我说句可能不该说的，您是不是连人家微信都没重新加回来？让他下楼。连联系方式都没拿到，就觉得自己跟前女友复合了？我家老板这辈子唯一的短板，今天算是叫我看明白了。恋商，负的恋商。为什么不把我加回来？觉得前任之间不联系比较好。我以为我们已经重新开始了。那在 S 市你家楼下那个吻，算什么？我拒绝了的。为什么不拒绝林沐风指派的工作？明知道来者不善。不想让蒋老板为难，而且这个案子对接手的人没有坏处。那拥抱和糖呢？算我的职业素养，换一个人我也会同样安慰。所以当时我说再认真谈一次，你一点都没有考虑过。没有，我们的问题就在那里，是两个人的生长背景、处事方式带来的，再开始多少次也一样。而且，你已经快要有未婚妻了，不是吗？那是林沐风对外放的谣言，我没有要订婚。但是林爵，我不知道啊，你从来没有跟我解释过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谣言，不知道你和你父亲究竟关系僵到什么地步，不知道你未来有什么打算，下一步反击的计划是什么。你想说你会处理好是吗？我相信你有处理好事情的能力，也相信你不会让那些坏事影响到我。但是被蒙在鼓里的感觉并不好，我不喜欢林爵，我更习惯轻松简单一点的关系。如果你想知道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你为什么想复合？我们在一起很好。你爱我吗？很重要吗？其实我觉得你可能有一点喜欢我，但那只是我猜测，你不说，我就永远不会知道正确答案。你看，我们只是不合适。
我说什么都没用，对吗？你从一开始就给我判了死刑。对不起，你可以有很多的试错成本，但我不是的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不愿意放手，帝都不会有人敢娶我林觉的女人。我知道。那你愿意吗？秦书义，我从来没有回头找过一个女人，在酒吧停车场试一次，去 S 市试一次，现在是最后一次，事不过三。秦书义，你好样的！秦书义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这一次是真的结束了。说你说奇不奇怪？之前在老家出现过的那辆豪车，今天又出现在我们家楼下了。巧合罢了。是的吧？不过，这周六真的还要让乖宝去相亲吗？现在这个时机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他既然答应了，那就是没事儿。我这不是想着，合不合适的，只能说是天命。正确的人，无论在什么时间遇见，最后都会修成正果。如果没结果，那就是错的人。也对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，对老婆一见钟情就出手，被打击无数次都没松嘴。咱们乖宝像你，惦记的臭小子恐怕少不了，各凭本事吧。你决定了？有合适的也不是不行。我希望你不是赌气。联姻固然有它的道理，但喜欢和不喜欢还是差别很大的。秦小姐，你真的不在世？他拒绝了。一次拒绝，3次，他拒绝了我3次。或许我们确实不适合，利益交换对我来说更简单。如果真的要联姻，那就要把过去的人和事彻底放下。若是婚后悔，代价会比现在更大。我不希望你跟你的父亲一样。放心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既然这样，陶望西，陶望西不行。说是不在乎了，又为什么在意陶望西曾经对秦书义的态度？这相亲能成吗？书义，结婚不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任务，记得要做让自己开心的决定。知道了，爸，再见。你好，借过一下。原来他等的人是他，也是来相亲的吗？秦小姐是吗？您的位子在这边，请跟我来。施小姐，幸会。能和爵爷坐在这里相亲，是我运气好。秦小姐，你好，我是秦书义。你好，我是池鱼，抱歉来晚了，这是给你的礼物。没有，是我提早到了。桔梗很漂亮，谢谢。看来今天在这里相亲的不止我们，对面那2位比我们和谐多了。爵爷，不如考虑一下施家下季度在城东新区的项目。坐在这里相亲，不就是因为平时难约到您吗？我记得这份方案已经被拒绝了。上次被否决的是我二叔的失败品，今天这一份是我团队重新整理的，让利包您满意。你能做施家的主，我不希望合作方因为内斗留下烂摊子。我能。半个月后，我二叔会退出董事会，施家只会有一个主人。重新拿回林氏的合作，是我送给大家的开门红。拿着成果来跟我说话。那我就先预约爵爷半个月后的时间。爵爷有兴致的话，我们继续聊另一桩生意。您需要什么样的灵态？秦小姐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？省心，不要求多余的感情，情绪稳定，不回避，主动交流，忠贞，有责任心。看来我们观点一致。你设想过未来的婚姻是什么样子吗？2人3餐，1个孩子，1只猫，或许还可以有1只狗。想养宠物吗？送你1只。不方便喂养，
算了。我不太喜欢小孩，我们以后不生，好不好？我以为他嫌麻烦，原来他只是不想和我生。为什么是一个孩子啊？因为端水很冷，我享受到了父母全部的爱，希望我的孩子也能拥有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没有亲生的，不过我父母资助了几个孩子，宠物倒是猫狗双全。要看吗？感觉他俩还挺般配的。爵爷喜欢宠物吗？不喜欢，纯狗。下次我可以把它们带来，你提前体验一下有猫有狗的日子。爵爷，你的手有没有烫伤膏？不用，拿条湿毛巾。我现在在明理2院当骨科医生，工作有点忙，但我会尽量抽时间陪家人。医生是作为伴侣最不靠谱的职业之一。是这样的，医生工作忙，听说出轨率也很高。每个行业都有道德败坏的人，这是品行问题。听说你做过无国界医生？对，最近一次是2年前。你很厉害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前线。你也很厉害，是什么契机让你选择当入殓师？之前在战地遇到一位找女儿遗体的母亲，我帮她清理了遗容，她走得很安详。我们走吧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小心！先生，您没事吧？需要叫救护车吗？没事。爵哥，你伤成这样去哪儿？我送你去医院。不必。林爵，你受伤了，得立刻出来。跟你无关。你是为救我受的伤，真不用我管。那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能让他就这么忘了。池先生，抱歉，今天只能到这儿了，我得确定他没事。没关系，我是骨科医生，让我来处理吧。伤口需要专业处理，拖延会感染。一点小伤，不劳骨科医生。秦小姐，爵爷对陌生人警惕心强，要不还是辛苦你一下。我来吧。松手。转过去，外套脱了，头低一点，疼吗？不疼。头转过来，侧面还有一点。行了，背上的伤要去医院拍片检查。我自己去。谢小姐，麻烦一下你的司机人马，你帮我处理了伤口，我们俩清了。好。后续治疗有问题，让李特助联系我，能够帮忙的事儿我一定会做。刚才在咖啡店遇到的是我前男友。猜到了。池先生，你人很好，但我还是得坦诚一点，我们刚分手，我暂时不想进入新感情，我们相遇的时机不太好。是因为还喜欢他吗？我们结束了，更多的是不合适。我倒觉得我来的正好，早了你们没分手，晚了你身边有别人了。舒言，我们可以慢慢来，先从朋友做起。先生，各大品牌送来了新一季目录，还是送到青禅路公寓吗？不用了，以后都不用送了。派人去青残路的公寓，把里面的东西全清理掉。先生，那里面秦小姐的东西全部扔了或者烧了。秦书义，儿是深沉无力，我没有任何东西能留住你。